蓝色暴风，我是蓝豹环山。本期蓝豹测评，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款已经上市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凯宾 Z 的简易刑天。那么这款模型呢，在它之前，应该是23年那阵儿吧，我介绍过这个暗黑的简易刑天啊，这是刑克自改的。那么这也是首次废暗迎来这个1:12比例这么一个凯宾系列，非常的激动啊。那么主体拿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他们之前出的这一款战神刑天。那么这两个因为是同一素体啊，就改了一个头雕的缘故啊，基本上它这个小腿甲这里的一个臂段啊，也是原封不动的被继承了下来啊。当然呢，因为他们是同模的缘故啊，所以说这款模型会有很多战神刑天不用的这个废件，非常的多。当然这个也省去了之后，如果说大家这个战神刑天有一些零件坏了的，可以用这个的废件来去补。那么简单来看看这个暗黑刑天、简易刑天这个头雕啊，这个头雕呢，其实刚开始呢是官方有3个不同的版本啊，然后让大家来进行投票，应该是这个版本的头雕啊是投票数量是最多的，所以说就把它进行一个模型化了。按照官方的这个设定来说呢，应该就是一个叫简易模的，然后召唤了刑天铠甲，所以变成这样一个魔性的一个形态。然后那个胸甲啊，它这上面这部分呢，全部都是一印所表现出来的。由于呢凯宾 Z 这个红色透明件还是个老问题，它背后没有这个银色的漆啊，我个人建议啊，就是有能力的小伙伴在它这个红色的零件背后涂上银色的漆，这样的话它这个透光度的效果会变得好一些。而且这次值得一提的是，它这次的召唤器啊，又是这个腰带啊，居然是全部是玉涂装，跟之前的这个战神刑天啊是完全两个概念啊，这个居然还得自己进行上色和涂装。背面的话呢，跟这个战神刑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关于可动性的话呢，就可以看看战神刑天就行了，这里呢我也就不多一赘述了。这一次在替换手方面，在原有的3对的基础上啊，还增加了2个特别的，一个是这种魔性的爪形的手型，另一个呢是这种指人的手型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剩下的配件呢就是这样一个召唤器的一个底座，方便你给它取下来。但是我感觉这个零件真的是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应该不会有人天天把它拆下来当一个底座玩吧。然后武器配件方面呢，就是这个斜行刀和斜行枪啊，这也是终于知道这2把武器的名字了。记得蓝豹以前介绍这个高达改件的时候啊，就不太清楚这叫什么名字，所以就随便给它起了个叫什么火星炼狱刀啊。当然你也可以顺便比较一下这2个版本的武器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效果。其实在废暗里头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啊，这张图明显是这个刀刃是具有这样一个斜性的一个效果，而高达的话呢，建模的话呢就比较的规整一些了，不像这种比较魔性一些。包括这个斜行刀啊，它上面这个 XT 的这个字样也是有被保留下来。高达在这个剑柄方面啊，就是刀柄这方面啊，增加这个 XT 的这样一个铭文的一个字样的，而这个官方这个版本的话呢就没有啊。然后呢，官方的这把刀啊，它是没有任何的分色的。那我这里呢是进行喷了一层枪铁色，然后上面进行一个分色的和细节的涂装啊。至于官方给的贴纸啊，大家看看就好了，因为这个铝箔贴纸它这个覆盖不错，但是呢它容易翘边啊，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遮盖贴纸来进行使用。那么斜行枪的话呢，同样可以对比一下高达的这个版本啊。那么高达这个版本它的握柄的话呢是比较垂直的，就是方便你们进行一个握持。而这个官方的这个斜行枪这个版本，它握持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难受一些。后呢我们拿出这个高达改件这个暗黑简易刑天这个替换头雕，那么可以看一下这2个版本的一个对比啊。这个配色方面也是不同的这个方案，那么有的人喜欢这种紫色啊，就是多一些的，有的人更喜欢这个黑色多一些。然后高达的这个版本可以对比一下官方的啊，这个2者的这个设计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同时啊，咱们再换上这个少帅将这个版本这个替换头雕啊，这个应该算是那个比较魔性那个版本。但是少帅将的这个版本的头雕可以发现它明显跟官方的有一定的区别，就比方说它头饰的这个位置，它的弧度啊，它不像官方那种比较向后一些，所以说这里的设计是有一定的出入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废暗武器，这个剪影摩天剑。其实这个武器应该是在这盒模型里头配备了，但是我不知道官方为什么给他娘的删减掉了，估计又给捆包到某个模型的特点里去了。这个武器呢，也是少帅将做的，唯一缺点呢，就是上面这个打印纹实在是太重。按照废暗的设定来说呢，这个部分打开之后，它是有这个卡槽可以安装这个卡片的啊。这个少帅将这个版本没能还原出来那种废暗的设计。那么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这个刑天的大家族又多了一个刑天的这个版本啊。现在呢，应该再差一个铠魂的战神刑天啊，就整个这个刑天的各种产品线就算是集齐了。等那一款产品做完之后，蓝豹打算来一个这个刑天的所有产品的大合集啊。当然不只是眼前这个，因为眼前这个比例它只是1:12，还有其他产品线的，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呢？